我们形容美女，往往说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而沉鱼讲的就是中国古代4大美女之首西施的故事。据说春秋战国时期，越国美女西施长得粉面桃花，姿容过人。有一天，西施在河边浣纱，清澈的河水映照她美丽的脸庞，水中的鱼儿看见如此美丽的女子，竟然忘了游水，纷纷都沉到了河底。于是西施就有了沉鱼的美誉。西施在中国历史上是家喻户晓的美人，庄子、孟子、荀子、韩非子、管子等书中都提到过西施的名字。我们今天一想到西施，不仅会想到她的美貌，更会想到她忍辱负重，以身报国，并帮助越国灭了吴国的故事。甚至到了今天，西施还成了美女的代名词，比如豆腐西施、水果西施等等。但这位大名鼎鼎的美人，在历史上和其他青史留名的美人相比，她并没有过人的才华，也没有出众的智慧，家世也很低微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。而她的以身报国也不是主动为之，甚至连她出众的容颜在当时都不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么如此普通的一位乡间美女，又是怎样得到了人们的推崇，被传颂了2000多年，还位居4大美女之首的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位平凡的春秋美人西施。西施是子姓施氏，生活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。她生于越国巨吴的祝罗村，也就是今天浙江省诸暨县的境内。当时这个祝罗村分为东西2个村，她住在西村，所以叫西施。西施虽然出生在普通的农户家里，但打小就生得貌若天仙。所谓增半分咸鱼，减半分则瘦。但西施自打出生就带着病根儿她心脏不太好，所以脸色显得十分苍白，胸口也常常作痛。于是她就经常捂着胸口，皱着眉头。但这样的动作恰恰让她本就娇弱的身形更加惹人怜爱，也愈发显得楚楚动人。当时东村有个女子叫东施，她看到西施捂着胸口皱着眉头的样子很是招人喜爱，于是就模仿西施，也捂着胸口皱着眉头。奈何这个名为东施的女子相貌丑陋，身形也比不上西施。她的这副丑模样让村里人都大吃一惊，以为是来了什么妖怪。那这就是庄子里说的东施效颦的典故。公元前494年，越王勾践不听大臣范蠡的劝告，执意起兵伐吴，结果大败而归。吴王夫差兵临城下，越国的生死存于一线之间。为了不被灭国，越王勾践只好向吴王夫差俯首称臣。他先是送上了大量的金银财宝，然后又带着亲眷大臣前往吴国为奴。在吴国为奴的3年，越王勾践伏低作小，卑躬屈膝，终于麻痹了吴王夫差，被赦免回国。勾践回国后，时刻不忘在吴国受辱的情景，他卧薪尝胆，终日谋划着要复仇。于是他的谋臣文仲献上了伐吴7术。勾践采用了其中3术，这第1术是高价购买吴国粮食，这样就能让吴国缺少存粮。第2术就是进献美女，也就是美人计。吴王夫差本就好色，越国正好可以投其所好，使他沉迷美色，荒废朝政。第3术则是进献工匠和木料，使吴国大兴土木，致使国力空虚。为了施展美人计，文仲在越国各地搜罗了大量的美女，这其中就有美人西施和她的好友郑旦。郑旦在当时也是一位绝世美人，容颜和西施是不分上下，两人还被称为是浣纱双姝。甚至在诸暨的坊间还有郑旦比西施更美的传言。但是西施和郑旦虽然长得貌美，毕竟是一对来自乡野的柴火妞，该如何把他们训练成为吴王夫差一看就晕的心肝宝贝儿呢？当时大臣文仲专门在越国的土城山建造了一座美人宫，就是今天浙江绍兴的西施山遗址。当时在这座小山上建造了亭台馆舍，专门用来训练这些从全国搜罗上来的乡间美女。就这样，这些来自乡野的柴火妞在美人宫里被培训了3年。他们每天练习歌舞、步伐和仪态。3年期满，西施和郑旦都顺利毕业了。当两人穿上华丽的服饰，被文仲送到吴王夫差的面前时，夫差立刻就被2位美人给迷住了。
他大喜过望，把西施安置在姑苏台，把郑旦安置在了吴宫。当时他们2个人的美貌，让吴国后宫的妃嫔们全都是黯然失色啊。西施和郑旦进宫不久，2个人就把夫差给完全迷住，逐渐把夫差变成了一个奢靡无度、沉湎酒色的昏君。当时夫差将所有的宠爱都放在了西施和郑旦的身上，但仅仅1年，郑旦就因病去世了，独留下西施一人继续服侍吴王夫差。据说西施会跳一种舞蹈，叫响鸡舞。跳这种舞时，她会穿着木屐，并在长裙上系上铃铛。跳舞的地方呢，是铺着木板的大缸上。西施起舞时，她的身姿如同扶风弱柳，裙上的铃声和大缸里的木屐回声交相呼应，令夫差如痴如醉。因此，夫差还专门用数以百计的大缸建造了一条响鸡廊，来供西施尽情舞蹈。除此之外，夫差还为西施大兴土木，修建了专门用来表演歌舞和欢宴的馆娃宫、领馆等建筑。西施牢牢抓住了夫差的心，于是芙蓉帐暖度春宵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和后世的唐玄宗一样，自打迷上了美人，这吴王夫差就慢慢荒废了朝政。而这君王一旦不在勤政，辨别力似乎也会跟着下降，就会亲小人远贤臣。公元前484年，吴王夫差逼死了多次犯言直谏的大臣伍子胥，相当于是自断了臂膀。又过了2年，好大喜功的夫差带着全国精锐北上黄池参加诸侯会盟。趁此良机，越王勾践偷袭吴国，大败留守的老弱吴军，并俘虏了夫差的儿子太子友。夫差回来后，发现已经奈何不了越国了，只能议和。而越国此战的胜利，意味着勾践卧薪尝胆10年，终于得到了回报。此后，吴王夫差意志消沉，越发沉迷在西施的温柔乡里。到了公元前478年，越王勾践再度率军攻打吴国，在利泽之战中3战3捷，大败吴军主力。5年后，越国彻底击败吴国。曾经威风八面的吴王夫差也被越王勾践逼迫自尽，从此越国灭吴称霸，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。而勾践和越国的复仇故事也圆满落幕。这吴越之争的硝烟散去，为勾践复仇立下大功的西施又去了哪里呢？关于西施的结局，墨子亲事和修文预览2个文献都明确地表明西施被沉江淹死了。墨子亲事记载，西施之沉，其美也，就是说西施被沉江是因为她太漂亮了，红颜祸水，要早早地了断她。修文预览根据东汉赵晔所写的《吴越春秋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，乐服西施于江，令随吃以以终，就是说西施被装进皮革制成的袋子里给沉江了。然而有一个疑问出现了，西施成功完成任务，回到了越国，按理说应该是功臣才对，怎么又被沉江了呢？冯梦龙和柏杨根据《吴越春秋》给出了完美的想象，他们觉得可能是这样的：越王勾践把西施带回了越国，他也想把西施纳入自己的后宫，但是勾践的王后知道西施的厉害，怕不是对手，于是背着勾践把西施沉入了水中，同时也大义凛然地口口声声道：祸水怎可久留？岂不知正是这祸水般的女人，保你们夫妻2人东山再起，性命无忧啊！然而也有不同的说法，大家普遍赞同的一种说法，也是最浪漫的一种，是西施最后与范蠡、泛舟五湖而去，共同归隐了。这也是最符合民心的结局，因为如此，西施也成了4大美人中结局最好的一个。那么西施的结局到底是哪一个呢？是与范蠡一起走向了爱情，还是走向了坟墓？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走向了坟墓，因为史书上并没有关于范蠡和西施2人相爱的记载。这爱情故事大抵只是世人对西施的怜悯，也是对才子范蠡的同情。因为越王勾践已然攻城，还要劳苦功高的范蠡做什么？还要美貌足可倾国的西施做什么？相反，这些人都是他勾践曾为阶下囚耻辱生活的见证人。于是
范蠡走了，西施被沉江了，而世人则可怜他们，让他们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成了生死相依的恋人，让他们泛舟五湖，远离这喧嚣的尘世。正所谓一场大梦烟波里，泪洒珍珠照来人。